你为什么选择住在成都了？我妻子是成都人。但不是成都是不是比北京安逸多了？说是大家都这样说，但实际上你只要上班还是要紧张起来的。你现在就是已经可以奋斗到不用上班了。暂时过着一种对不上班的一种工作，一种生活。对。就你做过多少个工作？你能数得清吗？有一些2、3天的可能就不能完全记住，时间长一点的大概能数吧。你给我数数，我见识见识。好的，我99年中专毕业，然后学校安排去一个4星级的酒店做服务员，是实习，然后干了半年。这是一个。对，然后离开了之后，我去了就广州北京路的一个服装专卖店做店员。对，2个。对，这个可能也干了半年左右吧。然后后来又去了中石化的一个加油站，然后也干了半年左右。这个时候我开始读一个夜校，对，然后时间有冲突，然后我就去干了一段时间的送外卖，一个中式快餐，但不是现在这种平台，就专送某一个店的外卖。4个。对，然后后来有一个中专同学介绍我去他亲戚开的一个雪糕批发的一个门店，就做送货员，也干了接近半年吧。5个。另外有一个初中的同学又介绍我去做一个建筑效果图的一个学员，就是学徒吧。6个。但这2份同学介绍的都不是正式工作，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等于是熟人带进去做的。这个完了之后，我那个夜大就毕业了。我的夜大学的是广告设计，但是我因为喜欢漫画嘛，就加入了一个漫画社。漫画社去做学徒是没有工资的，但是是全天住在里边，他管我们吃住。7个了。然后离开了之后就找了一份去了一个做动漫资讯刊物的一个公司，做美编。后来又跳槽到另一家做动漫的公司，那就8、9了。好，对对对，第10份。当时已经是06年了，06年到07年的时候在，当时工资应该是3000左右吧，就不够用。然后当时我在交一个女朋友嘛，就有经济方面的压力，基本上是入不敷出。就有女朋友我们就苦了。对，然后就觉得不能这样干下去。就想挣点钱，就辞了工作，跟我一个夜大的一个同学合伙，去做生意，后来去了南宁开了一个女装店，本来我们想去越南的，因为我们没有很多钱，我们后来去南宁总共2个人凑了4万块钱就起步了，但是在广州的话，可能4万块你都连一个铺面路边的转让费都拿不下来，对，就对我们来说，这个试错成本太高了。我们一开始觉得就是我们比越南要更发达、更先进，而他们也表达了要跟中国学习、改革开放。那我们觉得就是以一个先行者带着我们先的观念啊，或者潮流啊，而且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那边的物价啊、成本都会很低，但实际上去到了解就我们还是没经验，反正去到那边接触了一些，我们去了河内，然后在国家大学附近接触了一些在网吧里边泡着的中国人。然后感觉特别不靠谱，一个是那里的人说的话我们也听不懂，要请翻译；其次就当地的法律法规方方面面都不是很了解，就后来不敢，就也没有在那里。然后在回来的路上经过南宁考察了一下，发现南宁当时非常合适。南宁当时候吃一碗老友粉或者螺蛳粉就3.5块。对，广州那时候可能已经8块了啊！就当时我们觉得，就南宁以后会是国家的一个扶持的一个对象，就发展西部经济的其中一部分吧。他很有战略眼光，你发现吗？也对，然后就开了女装店，这算第11份工作了吧？女装店开完之后就没有特别成功。温水煮青蛙，就是它也是赚钱的，但是比打工相比可差不多。但在那种商场里边的竞争是对我来说是挺难受的。对，女朋友还在广州。女朋友在这时候跟我分手了。你也真会问。对，因为她觉得我这个生意规模小，我觉得她是对的，因为我跟她对生活的追求啊、愿望，就是我们向往的那种生活，其实差别是很大。我们应该说客观说是不合适的。你向往什么生活？
我可能对于这种物质方面的这种追求是比较低的，远远达不到他的一个底线的。而且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资源，当时看不到有任何的机会能够挣到钱。那为什么后来又换了工作呢？这个女装店之后，不是我想，也不是我想换，我就干不下去了。干不下去。对，但不是因为亏本，这种小店生意，它不是那种正规的品牌代理，不是像那种规则的那种竞争，因为当时卖的都是那种散货，就我们卖的这些货其实就是。谁都能卖，同质化、恶性竞争，真的很卷。一个款如果爆了，很快就大家跟风的卖。就在批发市场是这样，就那种小作坊他们自己做款的这样，在我们零售市场也一样。一个商场里边，一个店铺一个款，大家看到爆了，很快就会跟进，因为货源也是一样的，也没有这种代理啊这种合同这种约束，大家都可以卖。所以就是这种竞争会有时候会变得很丑陋，包括比如说。你的竞争对手会在他的熟客面前抹黑你、诋毁你，说你的这个货啊来源啊或者你的品德啊有问题，他们是怕自己的熟客被你抢走，就这种事情会有很多精神上的伤害，对，也很累，也很累。也是你觉得你性格上受不了这种折磨和压力？在商场里边确实很累的，每天10几个小时。然后也不见天日，因为商场里边很逼仄的，就那个过道就可能不到2米这样过道，旁边就像蜜蜂窝一样，一个个小格子的一个店铺挤在一起，大家互相就堆在一起，就从你早上一进去到晚上深夜出来，你完全都不知道几点。如果你不看手表的话，店铺里边的这种关系也很复杂，就你也不能完全闹翻。虽然大家都是竞争对手，确实是敌人，但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你也不可能全部闹翻，因为有时候也需要互相帮助的，比如说找零钱，还有比如说你上洗手间或者去买饭，互相可以帮一下，所以就会自然的会形成一种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表里两套，就大家见了面就笑嘻嘻，然后打招呼，但是心里边都是提防的，都是算计的。鲁豫，你看了他2本书，你听他说这个，我就觉得，你看他这就特别有意思。他是一个那么怕面对别人的人，但你做这个时期这个工作，你是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里面写过有一段，他碰到一个特别怪异的一个女的试衣服，那段我印象很深。我对他印象也很深，因为很难过。对他是精神有异常的一个人，但是没有异常到那种会做出伤害别人或者自我伤害那种。他其实经常逛我们商场，我们商场里面知道他是也就会说他是个精神病人这样。对，但他会买东西，对，他也是我们的顾客。他做了什么让你感情有这个激动？所有人都在看他的笑话，然后他进了我的铺之后，他问能不能试衣服，那我肯定说能嘛，他就试了。然后他试的是牛仔裤，他穿的是短裙，但他没有脱，他没有进试衣间，他直接就把这个牛仔裤套上去，套到他的短裙下面。但是他套了1条之后，他觉得可能不合适，他又试第2条。他试第2条的时候没有脱下第1条，就他的短裙下面有一条牛仔裤短裤，然后他又再套1条牛仔短裤，就等于这样套上去。这个时候就觉得很难堪了，因为我们那种店铺都是半开放的，就是别人对面的铺面大家互相能看到，就别人已经在看笑话了，就所以我觉得难堪，第2个我非常替他难过，就是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尊严没有任何的自卫能力，他就像一个小孩，然后跑进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随意伤害他的地方，然后他试完2条之后，他再穿第3条，我又套上去。这个时候他的腿上就挂着3条牛仔短裤，上面还有他自己穿来的短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对，很难受。就是当他看向我的时候，就是一种快哭了这样的一种表情。说话的时候，当我制止他的时候，他看向我，好像很委屈的样子。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受不了，真的受不了，眼泪自己自动的涌出来。但是没有流下来，因为我没有眨眼，我忍着。你看，你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我看完他的书之后，我发现这是个文学青年呐，他骨子里是很文学的。你会对这个东西特别触动？可能因为当时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很糟糕吧，
我虽然很少哭，但是我看，比如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看篮球飞人是会哭的，对，看海盗路飞我也哭过啊，对对对，我对那种英雄主义的非常打动我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09年，那个时候你女装店的那个时候啊，就是结束了女装店之后开始写作。结束女装店开始写作的时候，你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就啥都不做，大概可能有至少有1年多的时间，每天就读书上文学论坛。那这个有报酬吗？你写作没有1分钱都没有，就靠积蓄。那你那个时候也不做事情？对，因为我从女装店退出了之后，得了一小笔钱，就是我跟我合伙人拆伙了嘛，他就把这个账目的钱就跟我分了一半。但是你写的东西拿去发表吗？那个时候？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2011年的1月份，在一本叫《文学与人生》的刊物。就当时很难，我投稿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发表的小说是因为发在一个论坛上面，然后编辑看到了。发站内信，向我要了这一篇。所以你出书是到哪一年？2023年，过了十几年以后。对，哇，那你这个很大决心啊！你把女装店退出，拿了这个钱就开始写作了。不是的，我退出女装店，就是因为干不下去，对，不是因为写作，对。但是我当时觉得女装店这个事情让我憎恨，就是我对于这种谋生的这种形式里边遭遇的各种事情，包括我自己的表现都憎恨，包括我为了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来，改造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做在你这里边你为了生存下来必须变成的那种人所对自我的一种改造，对这个也憎恨，对大家经济为主导，方方面面都憎恨，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余华的那个《活着》啊，不是兄弟，兄弟里边不是2兄弟吗？那个弟弟很成功嘛，后来乱发这个李光头，可那个兄就是姓宋的那个哥哥，他是比较老的道德的，他就去卖女装，然后他自己隆胸卖女的这个胸罩，当然他最后是失败，一个男的去卖女的，他是余华把他夸张了，可是他的故事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类型。一个男的挤在这种店啊，你去东门，深圳的东门，你去进去下去，真的一家一家一家，对不对？都像人家一样挤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你非常恨，就开始写作了。发奋写作。我一开始写作就是，我觉得生意或者说挣钱这些东西很肮脏，就没办法，人性也很脏。我想做一些纯粹的东西，干净的、纯粹的。甚至是崇高的、理想化的一些东西，我当时觉得写作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个是它不需要你投入太多的东西，就比如说你不需要买什么设备啊，就写作它是你自己可以做的，能让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是让我真正活过一次的。因为我做女装的话，就算我做的最成功，成为那个商场里边的 top one， 生意最好，挣得最多。但每个商场都有一个 top one， 而且你跟 top two， 你其实也没太大的区别，你可能比他多挣了1万块、5000块，但是你们没有什么本质，你没有什么真正的让你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是成为自己的一个东西。而我觉得可能文学我写的东西，它里边融入的我个人的生命经验，它是独一无二的，它确实是让我能够很实在的感觉到这个作品。是我人生的一个作品。你去写作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基本生活怎么解决呢？在广州？对，就是住在我父母家，靠着之前女装店拆伙之后的那一笔钱，在维持生活。这段日子大概过了1年多吧，然后这笔钱用了大概一半了。这个时候我就选择做网店。这是第12份工作了啊！这时候我已经32岁了。我都没有积累的，我能够找到的工作很有限，而且我在做完女装之后，在商场里边跟大量我的敌人，不仅仅是精神上面的，对，还有肢体冲突也是有的。就我的合伙人跟我们零店的一个经营户打架打到派出所去写保证书的，身体也要好，身体开玩笑所以
我觉得做网店就是就自己进货在网上卖嘛，就是可以不再跟客户面对面的去沟通，也不用跟同事打交道。那网店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呢？一个是没有认真，第二个也是因为它有很多我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些阻力吧。就当时我在广州的三元里附近一个叫沙涌的一个村子里边租了一个房间，一个小单间，尽量少囤货。就比如说去站西，就是火车站周围的服装批发市场拿单件回来拍照上传，然后就有人买了之后，我当天去补货。当时还是觉得写作是绝对不能丢的，所以就一边写作一边做这个网店。但这个网店其实工作量很大的，因为我不压货的话，我就要频繁的进货。其次的话，客服工作是很磨人的。就很多人其实买几十块的东西，但是你要跟他聊很久，他要问很多问题。你这么不爱聊天？对，那时候比较早，那时候11年的时候，网购还是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新鲜事物，很多顾客还是不放心的，他们会问很多问题。但文字聊天跟这样的当面聊天是不同的，文字聊天是没有障碍的，其实。对，还好，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中差评处理要打电话。对，这其实也很头疼的，就是出现了中差评要打电话去沟通，问为什么，然后给一个解决的方式。很多时候别人只是对，他其实不了解这个系统是怎么样，他只是觉得这件衣服也没有多好，那就给个中评吧。但对我们来说，中评就影响我们店铺的这个搜索的权重，可能我们展现的机会就更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维护。就要打电话跟他说明情况，希望得到他谅解，就赔好话。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难做到我胃痛。所以你看，他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了数据时代，有一种叫数字劳工，就是完全被算法控制的一个算法的这个囚笼里，快递员这个外卖小哥都是。我现在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数据和实际的东西之间是不是一回事？很多人与其说他卖东西，实际他在做数据。最近咱们都知道几个巨头啊，外卖大战嘛，投几百亿就争。那天我碰见一个平台的一个老大，他说竞争的最后还是在争这个流量。像他说开网店也是，就是说你打个好评什么，因为算法是根据这些个东西来决定你露面的机会。我维护好我店铺的数据，我被搜索的机会多，我当季的生意额就会高的。那这个为什么又不做了？比如说我去拿货的时候，因为我这种拿法是拿很少的，我是卖几件拿几件，对，所以去到那里可能摊到每一个批发商那里，可能就拿个2、3件这样，就觉得很丢脸，然后就抬不起头，就是觉得每次去拿少的时候都觉得很羞愧，他觉得失礼别人。对，但其实别人不介意的。还有就是发快递也是，就因为我的量小嘛，就是跟快递员的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他不重视我，就说好要来的，但是不来，就到了傍晚的时候他还没来就会焦虑，但是打电话他是不接的。但有时候他会到7、8点的时候突然说，哥，今天我很忙，我来不了了，你的快件我明天来收吧。那这个时候我答应顾客当天发的货就发不出去。这些其实都是具体的一些困难吧，但总的来说我的生意额也没有什么发展，就是维持一个生计，然后没有多少盈余，我觉得不行，然后就去了云南，我想换一个环境，在大理的下关，我去了一个广东人开的一个家私城，他当时请的是家具组装工，结果家具组装是其次，最重要是搬运。组装工主要是搬运。对，所以那搬运也没关系，但是第一天他就来了一厢车，然后我就跟着同事去搬，家具搬起来，我当时还是吃不消啊，就是没有经验，没有技术，我的性格又内向，不会跟人请教，就因为家具它不同的家具形状不一样。你要搬每种家具都有经验，就是怎么样以一种合理合适的一种角度、一种方法去搬是比较省力的。其次就是，我第一天去搬的时候，我发现所有人都比我懒哦，就他们大概干20分钟就要停下来，甚至还要打牌。但我觉得我才第一天来上班，你们都是老员工了。
我都没有觉得累，怎么你们反倒停下来歇着了，东西都没有搬完？但其实是有这个讲究的，就你不能够持续长时间的去搬运，否则你的身体恢复不了节奏啊。对，你干20分钟，你歇10分钟，再干20分钟，然后这样不断的交替，这样你才能够长久的干下去。这些我都不懂。我一开始其实应该尽量偷懒，因为任何人做一份新的工作，一种新的体力方式，没有做过的以前，他一开始都有一个适应期。如果我最初就脸皮厚一点，跟别人说，哎呀哥，我很累，我现在刚开始什么，让别人关照一下，就一开始少做一点，偷懒。其实过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我身体适应了这种工作方式和强度，就能够扛下来。但是当时我反而是反过来，就觉得很害怕干得少了被别人训斥，就所以我还抢着干。对，然后开始要干得差一点，然后就进步了。对，卖了把傻力气。对，所以我可能一开始去的话，可能是冲在最前面，干的最多，但实际上干完第1天就觉得浑身酸疼，然后后来我又去干了第2天，第2天也扛下来了之后，就第3天早上就觉得没有恢复，就是上班前就觉得浑身是酸疼的，就搬不了第3天了。就这个时候我就去跟他说不干了。那个钱他给你了吗？那2天的钱给你了吗？没有钱，他管吃饭。对，那2天他不会算钱的，就只有你干完这1个月，他才有可能给你钱。对，应该是的。这就是差不多15份工作了，这不算，这搬运这个不算，就2天就没有必要写了啊。我先去商场里边做这个物业保安，然后后来这个商场里边有一个烘焙店，是这个商场的老板的女儿开的，然后人事部问我有没有兴趣到这个烘焙店里边做学徒。那个人事部那个大姐对我挺好的，就她说你又不是很老，当时我30出头嘛，做这个物业的话是学不到东西的。就你现在烘焙店那里请学徒，工资是一样的，都是1500，你不如去干那个，起码学一门手艺。他主动来找我，建议我。说的也对。对，所以我就肯定从善如流嘛。对，保安其实很无聊的，就在商场里边巡逻，1天时间很难打发的。但做烘焙店的话呢，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进步，就它有一种正向的积累，你觉得熟能生巧，也学到，也了解了一些东西，一些新鲜的事物。那现在你还会烤面包、做烘焙吗？技术还在。我觉得基础的揉面呢，这是肯定在。好像我其实可能揉了大概1个月面吧，后来就分去烤房里边就负责操作烤箱的。就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技术难度，你只要不怕就行了。比较工具化。你有被烫到过吗？每个人都会频繁的被烫到，甚至可能每天都会碰到一下。就你伸手进去烤箱里边拉出来放进去，反反复复1天操作几百次，难。不戴手套吗？戴的呀，但是手臂有时候你会蹭到那个就是那个抽屉的那个，就那个烤箱那个抽屉的沿，那也是烫的，会烫到。但那个就习惯了，就不会有恐惧，烫到也没关系。对，那就继续说，接下来还没说完呢。对，那就去了上海嘛，就先找了一份便利店的工作，也是全国连锁的一个便利店。就当时我的条件也找不到更好的，就58同城上面找了一个便利店的，然后就去干，就可能干了几天吧，然后旁边有一家国外品牌的自行车店的老板就过来挖我觉得。要做自行车店，毕竟还是要比这个便利店要有趣一点。对，技术含量高一点。自行车店干了一年多一点，当时想的就是上海，毕竟它的工资要比云南那边高嘛。当时想的是先攒一笔钱，然后回去做生意。对，但是没有想到只做1年。其实当时是想可能做更长的，但是还是因为人事方面的原因，就是人际方面的原因，人际关系方面，对造成的压力，我又选择逃跑了，逃避。对，又逃回这个云南。一开始想找个店铺做进口零食的生意，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铺，就一边找的过程中，就慢慢演变成摆地摊，摆了1年，接近1年，然后卖什么？从网上采购一些文具，然后在学校门口卖给学生。生意不稳定，但是单件的毛利率是很高的。就比如说你2块的东西可以卖10块。他其实蛮有商业头脑的。他非常算得非常细，主观能动性也很强。继续凑节，别听他们夸奖。就后来去了宾川县的宾居镇，一个完全是农村的地方。
就在他们镇上面开了一个冷饮加卤味店，就卖那种卤的鸭脖啊、鸭头啊、鸭翅啊，就这种东西，然后再搭配冷饮。春天开到初冬吧，就开了半年多一点，就到了冬天要换季的时候，就冷饮到了冬天就销量就接近于0了。鸭脖那一种，它不是菜，它不是热菜，就它也是冷的，是放在冰柜里边这样卖的。那到了冬天的话，这个东西它也是没什么人吃的。我印象很深的倒是他在那个地方啊，挺偏僻的一个农村啊，比如说对面超市里有一些当地的年轻姑娘，她在那儿开了这么一个店呢，就开头隔三差五的这年轻姑娘啊，就到他店里去，但也不买东西，有的是结伴去，有的是一个是扭扭捏捏的去，他一开始弄不清楚是为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些就是等于这地方姑娘都在这儿转过一圈，然后就看他没有搭讪的意思啊，就不来了。然后呢，他再去那些超市碰见这些姑娘的时候，这些姑娘也就一脸严肃，完全就跟陌生人似的。他就琢磨半天，最后他琢磨明白了，原来这些姑娘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到了待嫁的年龄。这个我从女性角度我能够理解，就是你看安烟他是一个秀气的温文尔雅的一个男性，这样的男性从女性角度他会先天的觉得他不会排斥，他也不会产生恐惧感，他会觉得有亲近感。就是他一镇上来了个年轻人，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的那个年轻人。对对对，你看我们俩读同一篇文章，我们关注点完全不同。我关注是虫子涌进那个对是的那个小柜子里面，他关注的是女孩。错过了多少女的？是，这不是他也是一样吗？同一部作品，不同读者不同的解读。比如说你去过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哈。你为什么会去到就是云南，甚至是就是比下关更偏僻的地方？就是你这个工作的这个地点的选择有什么逻辑？我原来就是想去一个相对封闭一点的，但是物价低一点的地方，找一份简单的工作，生活一段时间。我最初其实相中的是河南省的新乡市，但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就是我在离开南宁的女装店生意之后。回到了广州开始写作之前，我进行了一趟长途的一趟骑行，就从广州骑行到北京，骑了25天。这途中经过新乡的时候，我对那里印象很好，我觉得它有一种我小时候广州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还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的朴素的一种风貌的一个城市。我第一次出去演出。是到新乡，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赚的第一笔钱，我印象非常深。就在小虎队最火的那个时候，刚开始做主持人，然后有一个人找到我说，有个演出想请你给小虎队做主持，我简直开心死了，又能赚钱，能见到小虎队，就在新乡演出，演3场。结果根本不是小虎队，是一个仿冒小虎队，叫小猫队。山寨小虎队。对，但是当地的老百姓依然觉得很开心，然后他们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小虎队，哪个是小猫队。所以我对新乡这个城市，我也有像你那种，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对，一种亲切感。他很包容，我感觉他很包容。哦，那呀，我呀哪天我去装扮猪吃老虎一下。哦，但当时有一个朋友吧，就组织了去云南采风，然后他回来告诉我，大理那里风景漂亮，然后物价也不高，然后很喜欢那里，气候也好。就因为受了他的这个建议，我才选择去大理的。哦，对，去了大理之后就刚刚开店这个没有开下去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跟2个以前的同事注册了一个公司，主要是汽车香薰的一个网店，干了大概1年半吧。这个生意很难做起来，就是无所适从，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就是我合伙人他们的想法我无法理解，他认为这个网店是做文化。卖东西是其次的，重要的是文化。但是我们其实就倒卖，去就在批发市场倒卖就是文化，实在。你练这个也是个幌子，但我本人的能力胜任不了运营这个职位，也是呢，因为性格使然吧，就是很害怕冒险吧。就是你已经够冒险的了，这一路文涛已经手数不过来了。因为2份网店工作，我都负责跟这个物流打交道的，就我负责打包发货，跟快递员对接的。对，所以我就选择做物流。接下来我就去了
广东就是刚刚说的顺德国通物流园里边的一家货运物流公司做这个分拣理货员，它是长夜班，没有白班的，长期夜班分拣理货。每天几点到几点上班？有2个班吧，晚上7点到早上7点，或者晚上8点到早上8点。对，因为你快递公司白天营业的嘛，你收件也好，也是深夜才送到我们中转枢纽的，所以我们肯定是深夜去处理。这些货发往各个目的地，比如说你在北京寄一个快件到哈尔滨吧，它可能不是直飞的，它要经过中间的一些中转的，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这样的枢纽负责把这些快件。广州那个做了多久？做了10个月。就是你瘦了10几斤这个阶段。对，就是那个物流员的工作，然后就到了北京，这是2018年的3月份，先入职了一家快递公司。然后干了半年之后，因为对工作不太满意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然后又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比第一家我的感觉是好多了，但是第2家其实已经是夕阳西落了，已经快走到末路了，后来就到了2019年的11月底，它就结束运营了，就这个时候我就被它遣散了。对，但我拿到了补偿啊，我还很感激他。这就说到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北京送快递。对，是的。他提供几张照片和一个小视频，你看。在上海的时候。这个脸破了吗？对，摔车了。对，晚上出去骑车。这是在上海的自行车店。对，是的，手也擦破了。我以为是奔着理想奋勇向前的。不是对，这是在北京。快递员就是在这样的电梯里哈。对。这个是什么？这是我施工的时候一个同事，他在快递车里边睡觉。对，等快件，因为我们每天有几班货嘛，有时候前面一班送完了，后面一班没来，就会在小区外面的快递车里边休息。这多热呀！今天是2月27号，咱们开留任晨会，还是先喊这口号，大家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有你会更好。早上好，今天那个货还有点多，那个700多单吧，加那个退单的话，估计要上个800单。大家那个送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上午有退单取不了的话，及时联系客户去更改一下时间，改到下午拉不上的也别急，下午再回来拉一趟。我觉得这个快递外卖，等于是深刻的在雕刻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这方面我们天下现在就是我们中国社会这个快递就是血液啊，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血液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心脏出问题，为什么？就是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你的血打到你的脚啊、头啊什么血液。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啊，快递就是血液，大家就很舒服的坐在家里享受，就是多少人呐、外卖的可能有1000万人，1000多万人左右吧。快递的话，可能现在在职的只有。可能400-500万人，但是因为他这个职业，它的流动性很高的，就他不断的有新的人进来，也有人离开，所以如果说是过去一段时间的话，做过这份职业的人会很多。我总觉得这个我们在享受这个时代，就是正好这个时候，我们还有那么多低薪的人在做快递，因为你这个成本一高啊，这个快递的行业就运作不下去的。对不对？目前来说都是中国自己的同胞，而且跟我想象的不同是，我以为快递就是农民工直接转，可他经过这么多的风雨，这么多转折，老板都做了好几次了，最后还在做快递，对不对？当然，我听的是很多感受，我在节目里讲过很多次的，就文学的有用，你做的事情再没有用，再糟糕。你都可以把它变成文学，这个他已经证明了，对不对？他已经把他的这段这样的一个生活，他没有形容，就平铺直述告诉你们怎么1、2、3、4嘛，你们就已经产生了很多文学的联想。第二个就是，我就不断的跟我自己的这段经历对比啊，他是在改革开放期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那个时候想都没法想象的，比方说他可以。穿州过省，对，而且他不严格的老板跟工人的待遇，你现在的人不会体会到，我们那个时候旅行，半夜人家手电照在你前面，你要拿出一张公社的盖在纸上，
你是什么什么地方，你到哪里去。你不可以，你刚才讲的那些很痛苦的经历，在我们那个时代听来，我没有说痛苦，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真是不一样的时代。我们那个时候，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开始做农民，后来我就钢铁厂的工人，那劳动强度极大，但是你不可能去做别的事情，因为别人还在祝贺你。我的同学什么，你是全民工抗，我是上钢巴厂的轧钢工人，我就讲给人家听，人家都不相信，人家觉得你是大学礼仪之手。其实我是极苦的工作。你说是那个时候你没有选择，对，但是像现在呢，他很多人呢，你也可以说他没有选择，也可以说他是有选择。他表面上看上去有选择，实际上呢，你也可以说他是没选择，因为他很多事情是做不了，但是中间也有人做得了的。所以我为什么一再说余华的兄弟写得好，他就写了两个人，这个兄弟两个人，这个兄就是有点像他的，他做很多事情讲良心，讲自己的感觉，但是他生活不下去。可是他小说里写了一个成功的弟弟，那个弟弟搞什么处女选美大赛，也是衣服，把日本人的不用的衣服贩卖到中国的农村，发财了，发得很大。写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情况，余华那个小说是写得最好的。很多人只看他中间有些细节，偷看厕所啊什么的，余华喜欢写这种东西，否定他这个作品。其实那篇作品根本不在活着之下，但是他后面讲的他那两种生态他刚才的经历都概括。我跟你讲，我们这个经历很重要的。30年代有个美国的一个艺术家问鲁迅说：“你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鲁迅说：“他们现在要我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这鲁迅的原话他说：“我是农民的就是农村和读书人知道一点，无产阶级我是真不知道。这哪一天他们知道了无产阶级的生活，才能写无产阶级的文学。”我看到鲁迅这段话，我就在想，后来的中国作家，现在一批中国作家都是无产阶级出身。北岛是钳工，韩少功是农村的，贾平凹的，所有这些作家，他们真真实实做过你刚才讲过的这些事情。而他呢，在他的书里，他都把他自己叫做无产阶级。对，因为我小时候活在这个语境里边，所以我是作为一种幽默的元素在使用。而也写实啊，他也写实啊，是的，没有横产嘛，对吧？我觉得安烟带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差。我记得他那书里面写，他说他经过人生3个阶段：悲观厌世、接受到抓紧写。但我自己感觉就是，像你说的，文学世界不会拒绝任何一个人。然后就是有什么样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我作为一个读者，我会觉得，那你跟卡佛之间，你们之间就有某种连接。我以前想象，卡佛为什么写短篇？因为他没时间写长篇，我得去干下一个零活。然后我在我那操作间里面特别小的地方，就是一个小破板凳，我只能写短篇，写完赶紧就去干活。我以前认为，只有到我得是中国作协的一个作家，我才具备某种写作的权利。你现在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一般认为他好像是曾经有过特别丰富的什么打工经历，但其实安烟自己也觉得他就是一个有着曾经送过快递的一个写作者。我觉得主语还是那个写作者。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你前面的那些，不管说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无奈也好，你努力争取的，永远是你的财富。你假如走写作这条路。但反过来，你将来不管怎么样生活，文学永远又是你的财富。所以我为什么讲结识他我喜欢生活经历丰富的人。我觉得你看比我还小那么多，已经做过19份，刚才数下来这个实际包括零工那就更多了。一个这么对人情冷暖这么敏感的一个人，甚至还有点讨好型人格的一个人。他的工作你看他多次讲到，就是我就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其实我作为这个被服务者，我有的时候我会想，就是说这个快递员他是一个什么感受？比如说有快递按门铃我喜欢隔着门就说你放门口吧，谢谢。好像
我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就是我不大愿意打开门，从他手里拿，但我可绝不是不尊重他。你会有什么感觉？没有快递员会觉得这是不尊重的，就这是正常的，而且是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普遍的。那你会有一种松一口气吗？就我不用跟你打个招呼。对，也没有特别松一口气，因为他开门拿也没有太大压力，但是确实觉得这是很平常的。多不多人会给点小费啊之类的？哦，没有的。如果给饮料是会有一些冒失，你会觉得是好还是不好？我一般会婉拒，但是有一些人会非常热情，对，会硬塞给我，我也收到过，苹果、橘子、饮料都收过。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热情、这种善意，我觉得是好的。但你说，但你讲，总的来说我的手很脏，他们塞这种水果的话，我的手完全是黑的，拿了也没法吃，对，只能先拿着。但是门外放快递这个，我觉得不会有人介意。但是我们心里边会想，你叫我们放门外，就意味着这是签收了。而在我们的系统里边，一旦反馈了签收，就没法更改了，不能再拒收了。就签收和拒收它是互斥的，不能说先选了一个再选另一个。所以我们会认为你叫我放门外，意味着你不用检查就签收。但是如果你让我放了门外之后，你过了20分钟又打电话来说我要拒收这个快件，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就是你在毁约了。对，首先这个快件离开了我的视线，你有没有拆开，把里面的东西调包，然后申请退货，这样来骗取东西，最后责任到我身上，由我来赔钱。就在我们看来，你让我这个快件离开我的视线，那只能是你签收，责任在你身上了，我就无责了。我就遇到有一次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让我放，我觉得挺好的，放了就走了，然后后来他又打电话来说要拒收，就这个情况就会。对，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我也没有说要跟他，较真到底哦。后来我自己出钱帮他把这个快递寄回去了。啊，对。其实你说的有一次，一个从当当帮他们又买了很多书，是那一次吗？那是我丢了，那个是该赔的。这个是之前的，就他可能是买了一箱水果吧，然后放门外，他后来打电话来说要拒收，然后我又回去从门口把这个东西拿走。这个时候因为我在系统里已经选择了签收，就不能再改拒收了，就我只能够我自己出运费帮他把这个东西寄回给收件人。有的时候是当时没发现，然后人走掉以后说，我要的3样变成2样，那这个就很麻烦对送货的人。你不是说你让我放在门口，那这个短暂的合约实际是已经完成了，理论上你签收了，那最后让你花钱，这个合理吗？肯定不合理。也没办法，因为我也没有机会面对面跟他确实这个，就他不知情。而且很多顾客他也不觉得这个，因为他之前没看到啊，对不对？他可以说我要的是3罐。所以下次你不能隔着门说放那儿吧，师傅，你就说我看一下。我从来没有这个，我发现收错了我也不找。为什么说是算法的囚笼？它不是跟人打交道了。今天你要说是这个工人阶级和这个资本家之间，它是一种算法，你哪儿讲理去啊？你看啊，一般到就是那种有什么极端天气，比如今天这样天气，像我朋友圈里面一定会有人说今天天气不好，大家在家里面能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要点外卖了。我觉得会很有道理。然后又会有人在底下评论说你这个时候天气你不点外卖的话，人家靠什么赚钱呢？对，我觉得也有道理。对，所以我其实不知道其实快递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你要让你来上门收快递，就天气好跟不好，你们收的那个费用是一样的吗？快递是一样的，外卖不一样，外卖有天气补贴的。我觉得大多数外卖员还是希望能够收到这种有额外补贴的单的，但是我不能代表所有。而我们快递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不会在路上跑这么远，我们不需要先到一个餐馆里边取餐，然后再到你小区里边。一般来说，大多数快递公司就负责固定的地方，实际上很近的。就这对我们来说，其实倒没多大压力。现在几大平台，不是有的时候也得比着关心，然后这个京东、美团就是说可以晚送10分钟，可以拖延，可以等5分钟，可以等8分钟。比方说你说好10点半送到，可你现在到了11点还没送到，那有很多人就会投诉，特别是吃的东西。所以在同样辛苦的情况之下，从心理上来说，送外卖的那种压迫感会更强，是吗？对，我觉得
外卖员在这个时效方面的压迫感是更强的。对，而快递员其实没有说具体每一个快件，除了个别公司提倡高服务的，对，比如说顺丰他们要这个派二收一，就一个件你负责派的，你领了件之后2个小时内要反馈处理。收件的话，客户下单了之后1个小时内你要反馈处理，就是要不就收到，要不就让客户改时间，或者你帮他改，但是征得他的同意，或者联系不上，反正你要有一个反馈。就大多数其实快递公司不会具体到一个件设定很苛刻的一个时间。那你作为快递员，你自己的体会就是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最难熬的是什么？或者让你觉得最辛苦的、最难以处理的？对我来说，我在第一家公司的时候，他们比如说要求有一个好评的一个排名，这个对我来说还挺难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开口跟别人说，要好评是吗？对对对，说大哥给我一个好评。对对对，对我经常碰见这个。对，那我觉得我开不了这个口。那你都是怎么争取好评的？因为好评数不够，直接影响收入啊。他肯定不争取，不会影响收入。那为什么要争这个呢？他会在开会的时候把这种表现差的员工拉出来批评。但是他不会影响我的收入，但我对我来说这更可怕。对，站到前面来，大家就看这个是拖了我们站点后腿的，1个月才得到了5个好评，这种可能比精神的羞辱都比挣钱还难忍受。那这样对于你们这个站，如果你们这个站获得好评少，对我们站点主管以及我们片区经理的绩效有影响，就跟他们的收入是连在一起的。对，但是跟我们是没关系的。所以他们要把压力转嫁到你们身上，对，一层层转嫁下来。你看你在这个书里就讲到一个，就是说重体力劳动之下的这个人呐，往往容易脾气不好。比如说像你这样的就是讨好型人格，生怕别人不满意的人，你知道都以至于有的他曾经有过一个记仇本，这很有意思。但是最后他在书里说了，当然我并不会真的去记谁的仇啊。他说但是当时有点像我呀上次说的，我说我要对一个人实在是让我怒火填胸了，但是我也不能直接去骂他，我就自己我在手机里不是我在手机里骂。我就那个按着那个录音，哇骂，但骂完我也觉得痛快了，不用跟他本人发生冲突。但是你知道他那段我读完以后，我都特别生气，因为我们多少都有一些讨好型人格，就他们上班就是我要白天上4个小时几个小时，晚上再上几个小时，中间就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没有人会愿意上这样的班。然后他就主动就 OK， 你找到我就答应。然后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愿意？他说我不太介意这个。他其实很介意，但是他不愿意说他不介意。于是那个人就以为他真的不介意，下一次就很理直气壮说你再帮我上一次。读到那一段我都很生气。我那天说不是有个诗叫什么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经常是我以为我在帮你，你以为我在求你。我以为我在帮你，你以为是我愿意这么做。对，就是常常这个很讨厌。但是我注意你那个记手本说的一个什么无理取闹的一个收件人，我觉得那个事儿对我们应该有些教育意义。我在这个快递里边就是非常生气的，其实有2次，一次是在一个创业园里边的一个办公地址的，然后他写错了地址，他们公司搬走了，但是他留的地址是旧的，然后我送去之后，因为办公地址嘛，他们都是代收的，你也很难找到本人，但是我每一次派件我会读一次名字，比如说这个快件张三的，我说张三的快件，但里边就有人收了，他为什么收我不知道，可能他不认识所有同事，或者他认为有些同事买东西的时候会用化名，就比如说我有些快件收件人猪八戒、孙悟空都是有的，正常的。对，我就是用化名，我写的是我朋友的老婆的名字，也不是。您接着说。对，所以我报了名字之后，可能他觉得这就是个化名嘛，没关系，只要地址是对的就收了。结果，收件人他隔天联系我，说这个快件他没有收到，但是看系统是已经签收，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知道自己写错地址了，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承认，就落在下风了嘛，就感觉自己理亏了嘛，所以他一直是咄咄逼人的。那我跟他弄清楚了之后，他就教育我了，他就说我也是打工的，也知道你们的难处，
但是你工作怎么能这么不认真负责呢？那个都不是我，你怎么能够把快件送给他，然后签收呢？那我觉得我就读了你的名字，他也收去了，地址也是对的，我也没办法，我又不是公安，我没法去核对他的身份证。我没你照片。但是他还是不认为。就实际上我的诉求就是我送错了，然后我再白跑一次，等于白跑2次，帮他拿回来寄过去给他新的地址，我都愿意的，只要他给那8块钱的运费就行了。我不想我承担这个莫名的损失，但实际上他算的也是这8块钱，他是通过这种方式、这种沟通的手段、这种施压来避免自己去付这个额外的运费，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一旦他去走到了这个投诉的这个流程打客服的话，我们是很难说清，而且会给我以及我的站点的主管带来麻烦，就是去申诉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尽量我们每个人都自己不要给站点添麻烦，就这种情况自己去解决，不要把它变成了一个投诉的一个 case。就所以只能就忍气吞声，说还是沟通的语气啊，还有他的措辞啊，让我觉得这个人蛮不讲理，就是让我觉得生气。他说在他那里所有快递员都是会核对清楚身份的，这个我不相信，就绝对不可能，就是在这种办公地址是没法这样核对身份的，因为我是在工作中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甚至是胆战兢兢。就那在这种工作的那种高强度，就我当时其实也是在送的快件，也有在催件的人，也有着没有完成的任务，也在压力之下，这个时候我是很容易生气的。当他打来这种我觉得是蛮不讲理的电话的时候，对，但是我还是强忍了，但是非常气愤，就让我记下了他的这个地址，姓名、电话、地址记了下来，当然是他新的办公地址，并不是他家。就我认为，就有一天我不干这个工作了，我要当面去找他。至于找了他之后是怎么处理，我没有想象的。你今天讲完了以后还得记着他？不是，你想找他到时候论理去？就当即我想的是，我不干这个工作之后，我要找他论理。当时是这样想，绝不放过他。那你现在就算了，咽不下这口气，已经放了，对不对？我想起现代文学当中的人力车夫。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啊，没有别的机会接触劳动人民，就是要做这个人力车夫。就像他刚才提到的，胡适的方法就是说，你很可怜，但是拉到内务部去。他的意思是我们不坐他的车，那就更糟糕。像约达夫斯就是那个车夫后来去世，就给他买一个旧车。骆驼祥子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陈丹燕，上海的，跟我讲了个故事，更惊心动魄。他说，一个人力车夫说：“你在外滩拉车苦不苦？”他说：“拉车倒没啥苦，可是那些外国人呐，他不跟你说话，到了这个路口啊，他拿那个 stick 敲敲你的左肩，就是往左转；敲敲你的右肩，就往右转。这个他说那个拉车的时候，我又不是听不懂你这么几句话。”感到很受侮辱，那个陈丹燕后来就问他：“那你当时怎么想？”那个拉车想的说：“我以后有钱了，我也坐车，我也敲敲他的肩。”而且你说你送外卖的时候，你也不就是送快递也不能穿太多，包括你的手是不能戴，像我们戴那种棉手套也不能，你得有半只手是露在外面的。对，所以最严寒天气里面，你最后是怎么扛过来呢？北京。我在18到19年最冷的时候，可能也就零下15度左右吧。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可能零下1、2度；半夜的时候零下15度左右吧。我觉得大概是这个幅度。然后就冻僵了，因为我们所有操作在终端上面都是触摸屏的，手指是要空出来的，就会一下子就冻住了。还有快递柜摁的时候，一下子就冻住了。但也没办法，也总的来说可以克服的。就自己放在嘴边喝气嘛，其次就是自己这样暖一下，让它缓一下。这可能是我当时的条件能找到的收入，应该说是比较好，甚至是最好的，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就如果我去做保安或者做服务员的话，收入更低。对，收入可能只是做快递的1半或者2/3这样。毕竟也不算特别老嘛，那还是能够多挣一点，那还是好的。但是选择做快递员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也觉得这不会是一份长期的工作？他的心在文学，
也不能这样说，我不敢。我觉得对，确实是我可能没有想过做一辈子。其次就是快递工作，其实也是一些做过更辛苦的人退一步的选择。比如我当时在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组里边有2个人之前都是干工地的，其中有一个人可能还不到30岁，接近30岁左右吧，他的腰已经坏了，就搬不了重东西。就他们其实之前是做工地，收入也比快递高，可能有1万多一点这样吧，更累更苦。然后后来可能把身体搞垮了之后，退一步做快递的。就很多时候让人感受啊很复杂，移动就是工作，人的移动现在也是一种工作，因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么一个点到点嘛。现在又有一种报道会说啊，现在有的年轻人就喜欢流浪着工作，对他来说，真的到大厂。到什么特别固定的地方，他可能觉得那个地方的人际关系我受不了，或者说我觉得不自由，或者说我觉得朝九晚五，这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是吧？很多人在问工作的意义，很多人在说这个工作没有乐趣，因为很多人离开一份工作是因为这个工作即便有收入，但是看不到未来，或者没有让我感到挑战。我就很想知道，就是说快递员这份工作当中能感受到什么类似于，就是你觉得精神上也有乐趣，或者说觉得有价值，就是除了收入之外了。我说的再难听点，就是说，会不会世界上也有不少工作，只是说我谋生需要，并没有其他的附带的追求？肯定有这样的工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谋生需要。但我疫情期间就特别的沮丧，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最需要的，因为当真正一个城市面临那样的一个巨大问题的时候，你离不开的是送外卖的，做清洁工作的，然后最基础工作，然后那个时刻是我对工作的意义产生深度怀疑的时候。你知道鲁豫说的那个让我想到什么呢？前2年过世的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这有这英文叫什么bullshit， 这bullshit work 什么的 job， 狗屎的工作呀，狗屁工作，或者叫没有必要的工作。他说你们发现没有，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工作是狗屁工作。他列举了一些的，比如说行政助理。或者说，这个机场不是我说的，他说的，就或者说是机场。自媒体会截出来，就是窦文涛说的，把前面都去掉。机场专门负责通知这个旅客行李丢失，但是又不负责帮他找回的那个员工，或者是说人力资源部专门负责通知，谁将要被解雇什么的等等，包括这个私募基金的经理，包括这个手机推销员。他说诸如此类的一些工作，这些人要是没有了。你会发现，哎，世界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你不像是护士，咱就说快递员，这世界如果没有了快递员，将会怎样？一下子你会感受到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不对？于是他认为，我们都应该警惕这件事儿。还有的很多工作，比如说这个管理阶层当中的这个中层，他说我看这些人。实际上的工作毫无必要，纯粹是为了让这个他的雇主有优越感，觉得自己可以使唤人而设的。而且这狗屁工作收入还很高，而且你想想，很多年轻人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去做上这样的工作呀。我昨天机场下来就看到一个这样的工作，一个小女生长得还挺漂亮，手里拿一个牌子，在机场出来的路上，就是牌子上写着就摘下帽子接受体温检查。不，他一定还做别的，他只是在这一刻可能做这个工作。是吗？我想肯定是的，肯定是的。这个牌子可以放在那边的，你可以挂在墙上，随便一个什么东西支撑一下。真的有人不看的，甚至有人他即便举他到那，人家还会说麻烦您摘下帽子。我遇到过无数次，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这种貌似是好像 bullshit 的工作也有必要，它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对，你说的有理。为了谋生而工作是值得尊敬的，对吧？我倒觉得你换这么多个工作，当然是生活所迫，但是我感觉到你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个而做了19份工作的。我从来没有想，
我也换工作，我只是可能没有太大的一种目标啊、需求啊，约束自己在某一个领域要一直深扎进去吧。第一是谋生了，对，第一是谋生，但是他又不能太委屈自己，太累的，太委屈自己的。但他又很累，所以我觉得可能都不算，不算吗？对，比我累得多了。他太累的，搬家具他就不搬了嘛。对，搬不下去了。他要讨好人的，太委屈了。他合伙人整天买进买出算文化，他又不做了。他其实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是的。我们在那个时候，我在钢铁厂的时候，如果有像他这样的经历，我们一定会出去啊。那快递什么肯定出去啊！你们没得选那时候。对，没得选。但你们那时候工人的地位又是很高的。地位高，工作辛苦啊。但是工资也是很高的吧？哪里40几块？哪里有工资很高？全中国就40几块，人家已经说你很好了。但我小时候对于上海工人、上海工厂是有一些向往，是因为我的姑父是在工厂工作，他们夏天会发那个冰的盐汽水，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的一种感觉。对，我们会发盐汽水。你对于这个收件人，对你的这个态度，很敏感吗？相对是的。对，那一般什么样的态度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就是我事后回忆的时候，印象深刻的都是一些负面经验。对，而那种可能舒服的正面的经验，觉得没啥好写的，太普通了。对，所以最后读我的书，可能看到的全是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但可以这样说，超过99%的客户都是让我觉得舒服的，甚至他对我很冷漠，啥也不说，我觉得对也挺好，因为我也不想说什么。就反正工作嘛，就是我把快件交给他，然后我走，他也不说谢谢，什么也不说，都挺舒服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倒是他书里的最后讲的这个话，他说：“事实上，今天我对自己所有的打工经历，只怀有感激和怀念，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怨愤。我承认曾经有过，但已经全部放下了，因为从更多的生活经验中，我逐渐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对，编辑叫你改的吧？不是，最后这句话，其实我早年就应该说，在我30多岁的时候就写下来过，而不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才有这种看法的。那你刚才还说要去找那个人？没有，我刚刚是带入到他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而不是今天我仍然觉得不能放过他。我的经历里边没有遇到过特别恶劣的这种情况。总的来说还是幸运的。对，它里面也写了很多挺温暖的。工友之间喜欢文学的多不多？没遇过。对，在线下我的工作经历里边没遇过，但是后来书出版了之后，在网上遇到过。对，网上有人说我现在也在做快递，然后他跟我交流的时候，也都是文学爱好者。我觉得他在书里写到的，他的很多性格，好像我觉得我跟他很相像。但是后来我再看下去，我就发现人类都很相像。对，比如说在自行车店呐，或者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也许你是发生在快递员之间，可我看到的这是在办公室政治里是一样的，就是人跟人之间利益一旦相关，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是吧？甚至于就是现在有一种人被认为是无技能，那你无技能呢？你的工作的选择就很有限，所以呢，连技能也是一个资源。你像他说在面包那个烘焙店，也有的人是想学点技术，这个师傅都吞吞吐吐。那为什么呢？他就是说这察人于微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你看卷到一个这样的，他甚至当时都不构成直接的竞争，但是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那天我到一个他们说的挺好吃的一个铺子。一个饭馆去吃饭，这个老板就跟我说，他说几个厨师我都训练出来了。我说那你这厨师要一跳槽，他不是掌握了你的这个配方你这个技术哎呦，我发现这老板是个人精。他说我的这一道菜的这个工序，从昨天晚上怎么炮制到现在配方，他说我分成4个部分，交给4个师傅，而且呢，我还要在收入上给他们制造一点矛盾。有的时候让他猜他是不是多拿了点钱，
他猜他是不是多拿来的人，让他们互相之间斗。我说你这是天哪，我这是你这是帝王术，资治通鉴。他唯一不能做领导的就是他居然讲给你听。我就准备这样对付我的团队啊。就是我之所以讲这个，跟我在他这儿看到的，就你对这些经历怎么看？是让你觉得对这个世界、对人情世故更有洞察力了，还是说我的文学写作更有素材了？我觉得包括写作在内，包括对文学的阅读在内，都是想办法让自己接受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其实我对这个世界、对人生是持失望的态度的，可能也包括对人性啊方方面面。为什么失望呢？可能因为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一种甚至是道德主义的，因为当时物质比较匮乏嘛，大家只能够在这方面加强这个约束。而我们家的情况就是对我的教育是更讲究的是自我的克制、忍耐这些，而不是自我实现、满足这些。但我又是在广州长大的，广州是一个经济先行、观念也先行的一个地方，它一直以来有一种民间的比较根深蒂固的一种市井文化，一种世俗的一种价值。对，就哪怕是在最严苛的时候，这种市井文化它都能成为一个保护壳，就是抵御一些意识形态对人的操控。你让我亏我的钱不行，就他们还是要追求个人。因为我们是也属于一个迁移的家庭吧，就我父母都不是广州本地人，我妈是小时候到的，而我爸是在我出生前1年才复员到广州的。然后我们在广州没有任何的亲戚，就我们没法融入进这种市井文化里边，这种非常实力的这种。我在学校的时候还好啊，我觉得因为同学之间他没有太多的这种关于利益利害的计算，但是一旦到了社会工作了，这个时候发现大家的这个逻辑就是形式的逻辑就很明显，就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幼稚，别人都很成熟，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多成熟，只是他确实是跟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上，就他们总觉得我是一个拎不清利害的一个人，就做很多无聊的、无意义的，说很多傻话、做很多傻事这样的人，让我自我感觉很糟糕，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人排斥在外、落后的、笨拙的。就比如说我在星级酒店实习的时候，我们在宴会厅，然后拉凳子的时候，可能我那些同学他们一次就拉4、5张这样，而我总是码10张一起，就有一个 L 型的一个东西，凳子码好之后，你把它一翘起来就拉得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还是关系很好的，但一到了这个工作的场所，他们看到我这样工作，他们就取笑了，就围过来，哎呀，你看他这样干活是不是一头牛啊？怎么那么有力气啊？就他们觉得就是我们拿的实习工资跟你的这个绩效没有关系，你无论是再卖力或者再偷懒，都是拿一样的钱。那么对他们看来就是你怎么样偷懒，怎么样省力，就磨洋工就是聪明的、明智的。而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我又不打算在那里长久干。我哪怕得到了领导的这个肯定，也没有好处，也没有奖金，而我这样做只会让领导以我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令他们被动的去卷入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劳作，所以他们觉得我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没有到要骂我的地步，但是就是已经是觉得不满了，就是取笑了。但那时候我还是比较迟钝的，我对这种他没有伤害到我，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我不明白，也无所谓。他们觉得我好笑，那我就充当一个逗大家笑的角色，我觉得也行。但是后来回过来想，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们其实一直是从利害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开始是年轻时候的祥子啊，后来就学会跟其他祥子一样了。他说这个真的让我想起好多人问的同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教我们的孩子，是让他做个好人、正直的人、实在的人，还是你得适应社会啊？谁也不愿意让孩子吃亏。子东老师，你觉得呢？拉5张了，拉5张，你也得教孩子。你最多比人家多1张了，或者是不多了，就是大部分人拉多少张，你拉多少张，啊，你干什么了？啊，那么那些诚恳，这个正直，
这些东西就逐渐沦落了吗？你以为你是认真诚恳，你客观上只是在帮领导的忙，增加大家的劳动强度，对不对？对，是的。但你就不是完全从利害考虑问题的人呐。因为我们的家教对我的就是一种服从，就别人怎么指导你的，就是怎么指挥你的，你就怎么做。就是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是这样的，他们从来不从利害角度去跟我分析社会、分析事情，从来不做什么帮我做什么职业规划，帮我分析怎么样对你的前途更有利什么，他们没有这种观念，他们自己都不懂，不知道有人生规划、职业规划这个名词，他们觉得个人的满足、个人的快乐、个人的前途是微不足道的。人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一个社会价值，对社会有用，他们是这样想的。哎呦，这等高风亮节啊！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很不是，以前都是这样。60、70年代，对，60、70年代有这样，对，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你觉得这带来了你的损失和痛苦吗？我觉得如果我当时身边的同龄人跟我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下长大，大家都是一样的话，那么这种对我来说这一种负面的经历就不会存在。可能因为我在一个比较发达的观念也好，经济也好，都是先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长大，就跟同龄人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说谁对谁错，绝对不是什么政治崇高 vs 这个卑微自私，不是这样，绝对不是。对，甚至今天我还更站在子东老师的这个立场，就拉5张就好了。但是因为这种差距的存在，就让我不断的积累负面的一些不好的经验，产生一些否定的、失望的一些态度。一边拉5张，一边心里呢越来越失望。不是，也是看你这个椅子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一个简单劳动，只是在那里符合领导的需要拉椅子，那你大家拉几张你也拉几张。但如果那个是你追求的艺术或者是文学什么东西，那你能拉多少就拉多少，跟别人没有关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对啊，就把自己拉趴下了，我还可以写在小说里。对，这文学是最后的避难所吗？然后写出来以后就说我就拉趴下了。鲁豫，这是你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几个人，你跟安妍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相对其实自我的。你在拉10张椅子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在意别人是拉几张的，对，没有别人对你的那种眼光，其实你也不在意的。就所有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都是这样子，人有时候需要这样一种钝感。我觉得这个钝感其实某些时候很可贵，它能保护你。你就那时候你拉10张，它是你想做的，也是你唯一会干的一种方式，就是不吸力。对我们来说，就是你吸着力，就此刻我这个劲儿，我有10分，我发5分，拿捏这个劲儿对我来说特别累，我还不如就是我有几分发几分力，这个是我会的方式。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我们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是练出一种内心的麻木？也不知道是练出来的还是被强迫出来的，但是是有的。有一些高强度的工作下，比如物流工作的话，你只能是麻木的。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这么敏感的话，可能很难坚持下去。麻木的不止你自己，对，大家都是麻木的，在那种情况下。但你是有麻木，但同时有高敏感的那种部分，否则你不可能写作。麻木是一个外壳吧，敏感是一个内核吧。你最后第19份工作，这不是又被遣散了吗？拿到一笔遣散的钱，但是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正能量的。他到现在就是徐老师多少写东西的人梦寐以求的，那真的就是靠写这个书的拿到的这个版税吧，对，一直维持着今天的生活，可以让他安心写作。你说这玩意儿挺来钱的，所以文学好啊，不是幸运，是幸运。这本书，也没有说卖多少啊，因为我写的东西没有什么艺术性，但是它很实在，贴近生活。他之所以写一本书可以一直生活到现在，他自己讲啊，他还是延续着，我觉得他打小就有一种需求少的这么一种生活习惯。但是他里面说，他说一个真正低欲望的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你想不到这个事儿。
低欲望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从别人对我的评价里边让我意识到的。但相比我的同龄人，回过头看，确实是，就是在物质方面，我没有什么欲望是需要觉得是需要很多钱去实现的。除了物质方面，可能方方面面，比如说好胜心，我也是比较弱的，对，这种上进心也是比较差的。就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很难在自己的个人的能力的发展上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到我中老年了之后，因为这种心态可能就更容易得到满足和内心的平和，对，它有利有弊。那如果你没有太多这样想法的话，写作动力还会强吗？我09年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创伤后的一种状态。写作对我来说，它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就是我希望通过把自己这种伤痛经验，通过写作去表达，然后能自己去和它和解，对，去超越它，去接受它，跟它共处。其次就是想要追求一种真正的个人价值，比如说你在工作中追求成绩的话，你要受到你的上司的指挥，你的所在的平台或者公司自身的定位，还有市场、读者、消费者他们的需求，还有潮流的这种变换的影响，实际上是不断的在迎合，其实都是一种工具化的一种规训，就让人变成工具，而不是一个有自主的意识、感情、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当时也是很幼稚的觉得写作是跟这些对立的，就我把它拔得很高，把它看作是一个很纯粹、很理想的一个事业，是跟我之前30年浑浑噩噩一无所成的人生截然相反的。哪怕我最后通过写作1分钱都挣不到，但是只要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那么我这一辈子都不是白活的。但今天我可能不会这么偏激的去看待，也不太现实。哎，我这比看徐老师文集可认真多了。你看我还写的有哪些隽永的生命时刻，比如说我送快递的时候我喜欢坐在负1层亚汇美食广场后面的员工就餐区，那儿也是送餐员的等单和休息处。商场把多余的那个餐桌椅子都堆在那儿，而且没有灯光，顾客也不会走进去。他说对我来说，在那里度过的时刻是隽永的，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地方，记得当时自己的感受，戴着耳机边听歌边打量这些人在商场里消费的人，反正我也没事可干，我尝试揣摩他们的生活。他们大多跟我一样不会在北京定居，北漂的日子是暂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他们在北京用所有的时间来挣钱，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那么是什么在生活的另一面吸引着他们，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呢？你看我这儿还写着一个想问他的问题。对你来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吗？50、60年代不有一句老话，工作是美丽的，工作者是美丽的。工作者，我觉得他有些话说的真是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打工的时候我很少想到自由，可能因为我默认了不工作才是自由。哎呀，咱俩一样。你怎么理解这个自由？有些人生阶段吧，可能个人绝大多数精力是投在工作中的。就比如说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70、80个小时，然后在工作之余，没有太多个人的生活，就是工作以外的事情大多是停顿了。就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在一个流水线上面做一个工序，无论你做的再出色，但是你都是可以替代的。你只是一个生产线上面的一个零部件或者一个工具。对，有一天你不干了，换了一个人上来，他可以跟你干的一样，甚至更好，没有区别。就在这种工作中，你是没有一个独特性的，你知道自己是茫茫众生中的一员，而且跟别人是完全同质的，就在于你1个小时能领多少个手机的一个部件。比如说摄像头，我领了可能1个小时领了60个，他也60个，那我们俩就是可以划等号的。但如果说当你一天可能超过1半甚至更多的时间都投入在工作中，这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存在过，你就是一个劳效的一个数字，你没有存在过，
可能接近于我说的一个不自由的一个状态。就你不是在追求一个自我的一个丰富和复杂，一个独特的一个存在，就没有一个存在感，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能让自己成为成为自己，或者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吧。就还是想做一些有差异性、有创造性的事情，而在工作中能够融入个人对创造性追求的，其实我觉得是万中无一或者千中无一。我不知道在座的3位能不能做到，他们俩能。但我看到很少人能够把个人的审美的主张、个人的意志、个人的独特性、眼光方方面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乔布斯可能很大程度上能做到，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个乔布斯可以像他这样的去在工作中融合个人的一种审美的主张，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态度？除了行业里边的翘楚，少有的几个人，大多数人可能很难在工作中追求这些东西。所以我可能到了3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完全只有工作，但是也是因为我20几岁的时候在工作上面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如果说我的20几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回报是我实际得到的10倍，那可能我也就泯然众人，没关系，我不成为独特那一个，我不要存在感，有钱就行，就满足了。只要我的生活是顺滑的，没有摩擦，没有阻力，没有时时刻刻的窘迫和羞耻的，那可能我也不会去那么痛苦的追求什么存在感啊，什么个人独特性，这些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我就跟大家一样上班挣钱成家生儿育女，然后照顾孩子的读书成长方方面面，只要我能够就是比较胜任做这些事情，也做得比较好，那可能我就不会有后来的选择写作的这些选择和经历了。但就是因为我能力、天赋、性格方方面面，让我没有在之前能够取得这样融入大多数人的一种平常的生活，所以可能还是心有不甘，对，还有心有不甘，对，想做一些证明自己不是那么一无所事，想证明自己也是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的事情的人，对。我今天学习最大的感触就是，原来工作着是美丽的，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理所应当的事情，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特权。我觉得你所说的不甘，其实就是你想要的自由。我怎么能够不是一个螺丝钉呢？我怎么能够是一个独特的灵魂呢？你给我们念念吧。惭愧，我很想听你给我们念念。就你看我都画了道了，对吧？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我觉得假如更多人向往这种自由，世界将会变得更多样化、多元化，更平等和包容，更丰富和多彩。因为向往自由，人们才会有不同的追求，而不必总在狭窄的独木桥上互相倾轧。就如基因对环境的适应力建立在其多样性之上一样，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则建立在人们的精神多样性之上。此外，我认为就如莱辛说的，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可贵。自由的情况也一样，或许它可望而不可及，或许我终生都无法抵达它，但这并不要紧，因为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觉得好吧？我们平常很多就狗眼看人低的势利眼哈，什么快递员呐、外卖工啊，他都是一个个的这个人呐，他不是一个符号啊。也许有些部分都有点麻木了，可是呢，他念念不忘的是，最后他被遣散前，他通知了一个客户，一个收件人。对对对，
不是单独通知的，我发的是朋友圈，因为我加了很多客户，有时候要收货款的，所以加了微信就方便。我们公司解散之前，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们公司已经解散了，之后我就不再负责这个平台的这个订单配送了。然后就有一个客户留言说，感谢我之前的付出，然后他说我是他见过最认真负责的快递员，对，这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之前我工作的时候，他并不是我印象深的一个客户，他并不是那种每次见面都喜欢跟我套家常，甚至他也不是订单特别多。在我们平台，他不是的订单，不是每天买东西的那几个我印象很深，就每天都在送的，他不是那一种，他就是普普通通的。而且平常工作的时候跟他交往，他也没有表达过多的东西，所以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评价这么高，就想象不到。但是当然也不好意思去问。当他这样说之后，我总不能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我是最认真？说没法问，是他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但是那个时候，他感到做快递工作好像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对，那你以后还做吗？除非是经济方面出现了，就目前就是有点稿费可以继续写作了。对，在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我现在有的这个收入是能够支撑生活的。那你现在还有新的创作吗？然后新的创作会给你带来新的收入吗？在创作，但是可能因为出版的周期也很长的，而且如果我回到小说领域的话，可能收入是不会高的。怎么说呢？好像以后咱们在这个接收快递的时候哈，这一声谢谢可以更真诚一些啊。那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呐，说不定是一个胡安烟，是吧？也写着诗，写着小说。但是对，却每一个人都应该同等的尊重。你看他的名字实际不是真名字，是他的笔名。这个笔名很有意思吧？胡就是一个为什么？对，是吧？安烟，安也是怎么古语里边怎么了？胡怎么了？你为什么起个这样的笔名？也是一开始是网名，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吧，但也是因为自身对人生的一些疑问，就3个字它都是疑问代词，都是在问，都是在追问。好，期待你有新作啊！今天非常感谢，让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人啊！谢谢。瞬间又审视了一下自己，感到自己活得怎么样？